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成毅以后估计很难再有好戏拍了。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成毅以后估计很难再有好戏拍了。不是因为他演技不行，也不是因为他人品不行，而是因为娱乐圈太相信风水玄学了。讲真的，成毅实在是太倒霉了，剧是拍了一部又一部，出事的也是一部接一部，然而没有一部是因为他的关系。拍戏时导演喊卡，他还在台词里喘气，擅自把古装袍子运出圈，谁能说他不敬业？可偏偏命运像在烧烤摊上串好的签子，次次往他身上招呼。就说最近这几年，他在横店片场跑龙套的日子早过去了，好不容易熬成男主，剧本也挑得认真。结果呢？一部戏刚杀青，投资商资金链断裂，片子直接进了冷库。另一部古装剧，服化道都精致的像博物馆藏品，偏偏播出前平台改政策，限古令卡得死死的，剧集只能在仓库里吃灰。还有一部仙侠剧，成毅吊着威亚在山谷里飞了3天3夜，嗓子喊哑了，结果后期特效公司跑路，画面糙得像夜游广告，观众骂声一片。这哪是他能控制的？可网上就是有人嚼舌根，说他命硬，带衰项目组。娱乐圈这地方迷信起来比庙里烧香还虔诚，大佬们投钱拍戏，恨不得请个风水师来算算男主八字合不合项目。成毅这几年的经历，简直像在片场踩了黑猫尾巴，霉运甩都甩不掉。圈里人私下聚会，聊到他都忍不住叹气，小伙子挺好，就是运气差了点。这话听着温和，背后却藏刀。哪个制片人敢拿几亿投资赌一个衰神？我有个朋友在剧组跑场务，说去年有个大制作本来定了成毅，合同都到打印机上了，结果资方听说他之前的项目黄了仨，硬是改签了别人。这事没公开，可圈里转得沸沸扬扬。你说成毅演技差，那可真是睁眼说瞎话。琉璃里他演司凤，虐得观众眼泪流成黄河，眼神拉丝的像奶茶店的珍珠。到了沉香如屑，打戏拳拳到肉，吊威亚摔得满身淤青，连群演都说他拼。微博上粉丝统计过，他在片场从没迟到，台词背得比助理还熟，人品更没得挑。疫情期间他悄悄捐了物资，连个通稿都没发。去年横店水灾，他在剧组帮忙搬设备，衣服湿透了还在笑。这种人偏偏被贴上不祥的标签，搁谁不憋屈？可娱乐圈不讲道理，风水玄学这东西，信的人多的能挤满3里屯。制片人开会，桌上摆着预算表，旁边还放本周易。有个业内人士爆料，某大导选角前真会找人看黄历，避开冲煞的演员。成毅这几年剧组接连翻车，网上还出了个成毅项目黄了合集，点进去全是营销号阴阳怪气，评论区乌烟瘴气，有人说他是票房毒药，还有人编段子说他进组前的烧3炷香辟邪。这些话听着可笑，可架不住圈里人性啊。投资人一犹豫，大制作就跟他擦肩而过。更别提现在短视频时代，流量比命还金贵。成毅的剧播一部扑一部，粉丝再怎么控评，路人缘也慢慢滑坡。抖音上有人剪他拍戏的花絮，底下评论全是演技好，可惜运气差。这话听着像夸，实则像刀。粉丝急得在超话里喊：“我们哥哥不背锅。”可喊破嗓子也没用，资本只看回报率。2024年暑期档，某部仙侠剧本来想找他，导演是他老熟人，剧本也量身定制。结果资方听说他带衰名声，硬是换了个刚出道的流量小生。那小生演技稀烂，播出后豆瓣3.2分，
观众骂的服务器都崩了。诚意粉丝气的在微博刷屏，早知道用我们一哥。可这又有什么用？机会没了就是没了。其实不止诚意，娱乐圈这种事多了去了。早年有个女演员，演技一流，偏偏每部戏都赶上天灾人祸，慢慢就淡出视线。还有个男配角，拍戏从不 NG， 结果合作的项目全扑街，后来只能去跑综艺。诚意现在的情况比他们还棘手，他不是没能力，而是被玄学这张网困住了。圈里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却默默给他打了个叉。大剧组选角，宁可挑个没演技的流量，也不愿冒险用他。毕竟流量扑了还能靠粉丝洗的，诚意这种靠作品说话的，扑了就真砸招牌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诚意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翻身。娱乐圈这地方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你是衰神，明天说不定就成了锦鲤。他要是能接一部低成本网剧，剧本扎实，靠演技把口碑拉起来，没准能破这魔咒。就像当年某位演员连续扑了5部戏，最后靠一部小制作逆袭，成了收视王牌。现在诚意的粉丝也在超话里攒人品，天天许愿他接个好本子。可这事哪有那么简单？好剧本比北京2环的停车位还难找，找到还得看资方敢不敢赌。我有时候刷到诚意的采访视频，他笑得还是那么暖，像午后咖啡馆里的阳光。可眼角那点疲惫，藏都藏不住。他在片场吃盒饭，筷子夹着青菜，旁边助理递水都得小跑。这样的演员，偏偏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，搁谁不心疼？娱乐圈这潭水，太深也太浑。风水玄学听着是迷信，可真能决定一个演员的命。诚意要是再这么倒霉下去，估计真要被大制作彻底拉黑了。粉丝们还在坚持，可资本的耐心早就熬干了。